有网友说，这是一部根据英格兰某起真实鬼屋事件改编出来的电影。我刚上网查了一下还真有类似的说法啊。不过我们只可以看，不可以信啊。而它就是1999年美国拍摄的《鬼入侵》。不过宝儿们不用担心啊，阿苏我已经帮大家踩过雷了，以下剧情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影片开始，一向要强的天蝎姐由于缺钱，最终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好巧不巧啊，这个时候一个自称心理医生的人给她打电话，然而就是因为这个电话，让天蝎姐离见鬼不远了。对方称只要配合她完成一项人体研究，每天就能获得$900，而且包吃包住，让你真正体验什么叫躺着也能挣钱。我操，还有这好事儿！很明显，这就是一个骗局嘛。可缺钱的天蝎姐就是深信不疑呐，开着车嗷嗷的就去了。殊不知，她离见鬼又近了一步。目的地是建在荒郊野外的一栋年久失修且透露着阴森诡异的古堡。此时城堡的大门被大铁链紧锁，看这架势，这城堡里面没有个2-3只吊吊都对不起梁静茹给天蝎姐的勇气啊！果然，天蝎姐就是个二，上去就咣咣的摇门，生怕吊吊不知道来个找事儿的。此时管家突然出现，询问一番后给他打开了门，最后说了一句祝你好运。天蝎姐顺利进入了古堡，殊不知她这一进再想出来可就难喽。看着偌大清冷的古堡啊，天蝎姐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有点小兴奋。她礼貌的在古堡内大喊着有没有人啊，我进来了啊。但此时的古堡内并没有人回应他。此时他看到一扇半掩的门，正准备推门而入时，一个手持钢刀的女人猛然出现。天蝎姐赶忙说明自己的来意，你好，我叫好了，你别叭叭了，跟我来。很快女管家就给天蝎姐安排了住的地方，并一脸严肃的告诉她，晚上我可不在这儿住啊，有啥事你也别找我，找我我也不来，听着没？此时天蝎姐虽然一脸懵逼，但是为了挣钱她根本还没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女管家留下一个诡异的笑容就离开了。2个小时后，出门遛弯的天蝎姐看到管家又接到了另一个倒霉蛋，殊不知此时还在傲娇的黑发妹并不知道，她离见鬼也不远喽。现在她吆五喝六的跟天蝎姐炫耀自己的穿着，哎呀，赶了一天路，脚都快要累死了，都怪这双巴黎世家的高跟鞋呀，还说用的都是香奈儿的料，什么玩意儿啊！进屋后，同样女管家把晚上这里没人值守的事也告诉了黑发妹一遍，便让他俩有事自己解决啊。说完后就又离开了。等黑发妹换好衣服后，两人就结伴在城堡里瞎溜达。就在两人忘我的探索古堡中，他们意外的遇见了第3名倒霉蛋黄毛。黄毛也是只身前来这里接受测试的，殊不知他才是被鬼坑的最惨的一个。简单的认识之后，此时约他们来的心理医生和他的2名助手也赶到了这里。经过简单的认识后，众人一起共进晚餐。这时心理医生才说出了约他们来的原因。最近啊，他正在研究一个新的科研项目，而天蝎姐、黑发妹和黄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抑郁失眠者。此时心理医生也坦白了，这座古堡是一个鬼宅，让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失眠者在恐怖环境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随后实验开始，心理医生给他们讲起了关于这座古堡的鬼故事。殊不知他的鬼故事不但人在听，鬼也在听。俗话说啊，不怕傻多，就怕傻子凑一窝。眼前的这群人正在一栋含鬼量极高的城堡里讲鬼故事，殊不知还有30秒，他们就要见到鬼喽。此时一旁的女助理实在吓得听不下去了，于是她起身离开。然而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角落里一台扬琴正在自动收紧琴弦。说来助理手也是欠啊，就当他好奇的触摸琴弦时，啪的一声，紧绷的琴弦突然断裂，甩在他脸上，顿时鲜血直流。众人见状赶紧送他就医。此时房间内就留天蝎姐一人，看着断裂的琴弦，天蝎姐似乎预料到了什么。果然到了午夜时分，天蝎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起初她以为黑发妹睡不着要过来找她取暖呢，殊不知他们这是被鬼盯上了。直到黑发妹大喊救命，他才赶忙冲到黑发妹的房间。2人一脸惊恐的看向四周，本以为没事了，可下一秒房门竟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撞得咣咣响。我操，这吊杆力气够大的呀！10米的大钢门硬是被撞得摇摇晃晃，但很快门外就没声音了。2个天真的女人还以为没事了，可哪有这么简单呢？聪明的吊杆见此门不通，于是转移到了另一扇门后，正悄悄地拧门把手呢。好在被天蝎姐及时发现，迅速将门反锁。此时吊杆气得咣咣撞门，吓得2人连连后退。与此同时，另一扇门也响了，还好门外传来的是黄毛的声音。黑发妹打开门后如释重负呀，哎呀，你怎么才来呀，死鬼！别怕宝，我这不来了吗？随后黑发妹带着黄毛来到那个被撞的门前，黄毛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宽慰2人，可能是被今天的鬼故事吓到，出现幻觉而已。然而令众人不知道的是，今晚发生的事仅仅是吊吊给他们的开胃小菜。就当天蝎姐再次进入梦乡后，她屋内的窗户被一阵阴风吹开。下面让我们有请吊吊登场。只见一个小吊吊竟然从
从窗帘上游了下来，然后又顺着窗帘游到了床上，最后一张德芙巧克力的脸出现在了枕头上。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天蝎姐醒来看到小吊吊后，并不是很惊讶，而且关上窗户后的她回想起刚刚那张可爱的小脸，竟然还有点小兴奋呢。殊不知这只小吊吊是来求助的。很快到了第二天晚上，天蝎姐再次从梦中惊醒，她赶忙打开灯，从床上坐起来，定睛一瞧，发现了几只小脚印。胆儿肥的天蝎姐跟随脚印来到了一处密室，而这时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小吊吊。小吊吊引导天蝎姐看了一本书，书中记载了这个古堡从前住过一家6口，由于变态父亲有虐待狂，最后妻儿被活活烧死，然后灵魂也不能获得自由，还是被鬼王控制了。此时天蝎姐也不刚了，她赶忙把这件事告诉黑发妹，听说这座城堡里有鬼呀。黑发妹一听，你搁这跟我俩扯犊子呢？天蝎姐一看黑发妹不相信自己，便决定回到自己的房间，试试能不能再次召唤出小吊吊，问个清楚。然而正是这个决定，天蝎姐即将看到这个城堡里的鬼王啊。女子正在进行招魂仪式，她首先坐在镜子前，然后开始梳起了头。果然，当她每次梳头都会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分开，甚至还会帮她扎辫子。殊不知，她招来的不是她想见的鬼魂，而是鬼王。惊恐之余，天蝎姐看到墙画上的女人发型和刚刚吊吊给自己编的一样啊！殊不知，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正是鬼王生前的妻子。天蝎姐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她再次来到了密室。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冥冥中让她找到了一本相册，但相册的后半部分是一组鬼王妻子的连环照。只见照片里鬼王妻子缓缓指向一个壁炉。根据指引，天蝎姐来到那个壁炉旁，打开壁炉下的小门就开始扒拉。很明显，这些尸骨是古堡主烧死的妻儿。天蝎姐吓得赶紧找到众人，见到众人后张嘴就说这里闹鬼，咱们今晚必须离开，否则咱们都得死啊！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看到天蝎姐现在怂成这样，召集他们过来做实验的心理医生赶忙上前安慰，别害怕我的宝，我们要相信科学嘛。随后黑发妹把天蝎姐送回了房间。话说这天蝎姐也是心大，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她竟然还能睡得着。果然她很快就会被鬼王针对了。只见3伏天的玻璃上竟然渐渐起了寒霜，此时屋内气温骤降，突然从窗外飘来2团黑色的烟雾，缓缓地幻化成了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被冻醒的天蝎姐一脸错愕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紧接着天花板上也凸显出一张巨大的鬼脸。下一秒天花板坠落，尖刺急速地刺向天蝎姐，还好每根都没有刺中要害。与此同时，众人听到天蝎姐的呼救后都赶了过来。然而此时天花板上的鬼脸竟然幻化成无数只大手朝众人抓来。就在这天君一发之际，医生成功抱起天蝎姐将她救了出去。此时黄毛一心只想离开这里，但发现大门被铁链紧锁，他抄起铁锹就开始咣咣砸锁呀。殊不知只要3分钟，黄毛就会为自己的冲动买单。经过多次尝试以后，黄毛竟然用车直接撞，咚的一声，大门没有被撞开，反而黄毛险些被门上掉下来的装饰品反杀。众人见状急忙上前营救黄毛，大家这才想着一起逃走。然而此时天蝎姐仿佛被古堡召唤，竟然又走进了古堡。等众人救出黄毛后，发现天蝎姐不见了，于是急忙回去找她。可就因为这次回去就很难出来喽。等他们找到天蝎姐后，竟然从她的嘴里得知了鬼屋的来龙去脉。众人决定一起击败鬼王，并且放走那些被控制灵魂的孩子们。只见黄毛站到桌子上，拿起棒子就对着鬼王的画像开始大肆破坏。殊不知还有10秒后，黄毛就要下线了。黄毛眼看这样破坏没啥用，于是气冲冲的走到火炉前，是要把房子点了。然而下一秒，地毯子突然移动，带着黄毛朝着壁炉全速前进，一下子把他甩进了壁炉内。就当黄毛缓缓站起身，黄毛当场毙命。天蝎姐一看这不行啊，你们也帮不上啥忙啊，还是先躲起来吧。说完，天蝎姐独自去找吊吊。途中，小孩的灵魂告诉她，站在那个石门前就可以降服鬼王。然而这时鬼王巧合出现，他缓缓地朝着天蝎姐飘去，天蝎姐则是战术性撤退。此时门上的雕塑也动了起来，只见这些雕塑齐刷刷地飘向鬼王，死死地将他锁住，最终将鬼王镶进了石门中。而那些小孩的灵魂得到了释放。此时天蝎姐也因为受到了鬼王的冲击，当场毙命，并和这些小孩们的灵魂一同前往了天堂。影片到此结束。在这里啊，松哥劝告大家一句话啊，老老实实干事，踏踏实实挣钱，千万不要想着和高启强一样啊，总想着一步登天呢。Goodbye everyone。